欧洲古代历史上的最强战神，你觉得是哪个？既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凯撒大帝，他是古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西方的千古一帝。今天我就带大家盘点一下欧洲历史上的10位最强武将。第10，古罗马战神凯撒大帝。凯撒大帝是古罗马的象征，也是罗马帝国的奠基者，更是威震欧亚非3大陆的战神，传奇式的英雄。在西方，凯撒大帝的影响力和威望几乎仅次于上帝，而在全球，有人不信上帝，但没有人会怀疑凯撒大帝的力量。公元前60年，凯撒与庞培、克拉苏组成了罗马历史上著名的前3头联盟，随后出任高卢总督，在8年的时间里征服了高卢全境。与此同时，凯撒率军队穿越莱茵河，征服了日耳曼，一并渡海征服不列颠。在战争期间，他创造了一个训练有素且忠诚于他的军队，并积累了巨额财产，为他未来的执政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的战斗，凯撒成为了罗马的独裁者，被罗马人尊为祖国之父。第9，突厥战神苏莱曼大帝。苏莱曼一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位君王，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进入极盛时期。苏莱曼一世亲自统帅奥斯曼军队，征服了基督教，重振贝尔格莱德、罗德岛和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苏莱曼在与波斯的战争中占领了大半个中东地区，并将西至阿尔及利亚的北非大部地区纳入奥斯曼帝国版图。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奥斯曼帝国的舰队称霸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在中东控制着伊斯兰教的大部分重要城市，如伊斯兰教3大圣地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阿拉伯帝国故都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第8，欧洲诸葛亮。汉尼拔元帅。汉尼拔是古国迦太基的名将，他被欧洲人尊为绝世将军。他与我国的诸葛亮有很多相似之处，都给后世留下了诸多津津乐道的战役。他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通晓希腊、拉丁等多种语言，对希腊战史造诣颇深。公元前221年，任西班牙地区迦太基军统帅时才25岁。汉尼拔的一生几乎全部在迦太基与罗马争夺西地中海霸权的战争中度过。他具有战略眼光，足智多谋，用兵不拘于陈规，经常以出人意料的行动实现其战略意图，曾孤军深入敌国，横扫意大利，威震罗马，取得了攻克大小城池400余座的辉煌战绩。你知道欧洲古代10大战神吗？今天他来了。第7，波斯战神鲁居士。他以伊朗西南部的一个小首领起家，经过一系列的胜利，打败了3个帝国，即米底、吕底亚和巴比伦，统一了大部分的古中东，建立了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大帝国。今天伊朗人将鲁居士尊称为国父，他所创建的国家疆域辽阔，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尼罗河到高加索。人类史上皇帝千万，但能称大帝的却寥寥无几，而鲁居士就是其中之一。古波斯帝国100余年的辉煌都和这个名字有关。在铭文中，他骄傲地说：“我鲁居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第6，阿拉伯战神哈利德。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英雄，阿拉伯民族也不例外。他被阿拉伯人骄傲地称为安拉之剑。他率阿拉伯大军在雅木克战役中大破东罗马军。623年，哈利德率军完成阿拉伯半岛统一后，进军伊拉克，后被哈利发欧迈尔任命为叙利亚阿拉伯军的统帅。哈利德通过沙漠行军，巧妙地绕过东罗马帝国的边防线，一举攻占大马士革。636年，在与东罗马帝国军的决战雅木克河战役中，哈利德击败了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彻底征服叙利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5，俄罗斯战神彼得大帝。他作为罗曼诺夫朝仅有的2位大帝之一，在位期间对俄国推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改革，他制定的西方化策略是使俄罗斯变成一个强国的主要因素。同时，彼得大帝也被认为是俄罗斯最杰出的皇帝。彼得一世对内改革、对外扩张，使一个原本封闭落后的内陆俄罗斯一跃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彼得一生的活动可以说充满了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他身体力行，在任何困难面前没有裹足不前，是一个好统帅。第4，匈人战神阿提拉。阿提拉是古代亚欧大陆匈人的领袖和皇帝，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时常有人把阿提拉与蒙古汉王成吉思汗相提并论，但对伟大的匈奴王阿提拉而言，这却极不公正。成吉思汗虐待俘虏，纵容手下四处抢掠，可阿提拉他行军打仗，虽然也会毁城杀人，但是并不杀俘虏，还给予了足够的待遇。当然，跟成吉思汗一样，为了追求权力，阿提拉也会不择手段，这是一位合格的君王所具备的，无可非议。盘点西方国家古代10大战神。第3，法兰西战神拿破仑。相信大家对拿破仑一定都不陌生。年轻时的拿破仑血气方刚，拥有雄图壮志，目标由最初的解放科西嘉到统一欧洲至征服世界，目标以野心为源泉，随着年龄不断更改庞大。拿破仑的精神似一个光球，在亘古的历史中始终散发着强烈的光与热，那是他的特质，在逆境中的不懈与奋发。遭遇过科西嘉的背叛、贵族的质疑、权力的迫害，他内心之火犹未熄灭，反而日渐旺盛，最终疗却整个法国。这终将归功于其铸造伟大的精神性格。2，马其顿战神亚历山大。亚历山大20岁继承王位，在位13年，实现了他自己的伟大理想，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
非大陆，从希腊、波斯、叙利亚、土耳其一路延伸到印度的大帝国。然而在32岁那年，他高烧不退，御医也束手无策。他明白死神很快就会降临了。这时他发觉，他花了一生所追求的土地、军队、财富，对他都已经毫无意义了。33年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33年里，亚历山大实现了他的理想，他还没有享受成功的喜乐，他的生命也在此戛然而止。这时他才发觉，当他的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又是何等的虚无缥缈。第一，君士坦丁大帝，他是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曾在313年颁布米兰诏书，承认基督教为合法且自由的宗教，并于330年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将该地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此外，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欧洲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被称为西方的千古一帝。君士坦丁早年被派往东部帝国，为奥古斯都戴克里先服务，后奔赴不列颠作战，306年被拥立为奥古斯都，在324年重新统一罗马帝国，被尊称为君士坦丁大帝。